你好呀，這裡是 Momo 的投資筆記。39位分析師給阿里巴巴掛着強力買入，平均目標價接近190美元，比現在的117.49美元高出超過60%。可就在分析師集體看多的時候，阿里巴巴上一財年的自由現金流卻從流入738.7億元人民幣，突然變成了流出466.1億元。一個是巨大的上漲空間，一個是超過1200億元的現金流擺動。這兩個數字放在一起，才是現在研究阿里巴巴最重要的矛盾。它早就不只是一家開淘寶和天貓的電商平台了，核心電商還在負責賺錢。阿里雲和千問正在爭奪 AI 時代的入口即時零售，又在跟京東、美團打消費者的時間和訂單。雲業務外部收入增長 40%，AI 產品收入連續11個季度保持3位數增長，可經營利潤卻同比下降了 64%。增長是真的，投入也是真的。我把它的技術面、估值、基本面還有多空3種情景都重新過了一遍。結論先說，我給阿里巴巴增持，但不建議在這一輪快速反彈之後一次性買滿。117.49美元的估值有吸引力，問題是短線已經靠近壓力位，現金流修復也還沒有得到證明。至於這家公司到底便宜在哪裡，投入會不會變成無底洞，什麼價格更適合分批，後面一頁一頁展開。先把阿里巴巴现在的故事說透，市場過去給它定價，看的主要是中國電商還能不能增長。現在的估值裡卻同時塞進了3場戰爭：電商首份額、即時零售搶用戶、AI 雲爭未來。它的優勢是核心電商仍然能提供規模和現金，風險是3場仗一起打，燒錢速度也會一起上來。所以現在不能只看便宜2個字，必須看這份便宜背後到底藏着什麼。我梳理了4個數字，這是理解當前阿里巴巴最直接的入口。第一，雲業務外部收入增長 40%， 這不是一個成熟大平台常見的增速，而且 AI 相關產品收入已經連續11個季度實現3位數增長，大約佔雲外部收入的 30%。 換句話說，市場一直在講的 AI 故事已經開始變成客戶真正付的錢，不再只是發布模型和開發布會。第二，2026財年的自由現金流是負466.1億元人民幣，上一年還是正738.7億元，前後相差大約1205億元。這個數字提醒我們，雲基礎設施、AI 芯片和即時零售的投入不是報表上輕描淡寫的一行費用，而是真金白銀地從公司賬戶裡流出去。賭對了，這是下一條增長曲線的門票；賭錯了，就是利潤和現金一起被拖住。第三，預期市盈率只有 12.9 倍。對一家擁有中國最大電商生態、亞洲領先雲平台和完整 AI 技術站的公司來說，這個估值並不貴，但它也不是市場白送的折扣。12.9 倍裡面已經包含了中國資產折價、競爭壓力和現金流不確定性。第四，39位分析師的平均目標價接近190美元，相對現價有大約 62% 的空間。最低目標價只有92美元，最高超過240美元。這個跨度本身就說明，市場真正爭論的不是阿里有沒有業務，而是這些投入最後能釋放出多少利潤。基本面說明它有重新增長的可能，現金流說明這條路不會輕鬆，但這些還不能告訴我們現在是不是一個好的切入點。所以先看股價本身，阿里巴巴最新價格是 117.49 美元，當天小幅下跌 0.17%， 過去1個月上漲 4.39%，過去3個月仍然下跌 11.85%， 過去1年幾乎原地踏步，只上漲了 0.44%。 把區間拉到過去52周，最低價是 91.99 美元，最高價是 192.67 美元，現在距離高點還有大約 39%， 但從6月底的低點算起，已經反彈超過 25%。 這就是短線最尷尬的地方，長期位置不算高，短線卻已經不算便宜。幾個時間節點很清楚，去年10月2號，股價衝到 192.67 美元 ，AI 和雲業務重新定價，把情緒推到高位。今年5月13號發布2026財年業績，盤中最高還有 146.87 美元，隨後市場開始盯着利潤和自由現金流往下修。6月26號，盤中最低跌到 91.99 美元，到了7月8號又放量反彈，收在 108.98 美元。7月16號進一步來到 117.49 美元。技術指標也对應這段修復，價格已經重新站上 109.82 美元的 EMA12 和 110.27 美元的 EMA26。MACD 虽然還在零軸下方，但已經明顯高於信號線，說明下跌動能正在退。RSI 是 62.5，
還沒到典型的超買區，可 KDJ 的這值已經接近95，股價也貼近119.54美元的布林带上軌。也就是說，中期趨勢在改善，短線再追一口，很容易正好撞上119到120美元的第一道壓力。走勢告訴我們反彈已經發生，卻不能回答117美元究竟值不值。所以接下來要解決的是阿里巴巴的估值到底便宜了多少。接下來聊聊我認為這只股票目前最核心的部分，估值。先給結論，阿里巴巴的預期估值確實便宜，但經營估值沒有網上一些數字顯示的那麼誇張。你可能會看到某些平台寫着市銷率只有 0.28 倍，企業價值倍數只有2點幾倍，這裡面有一個很隱蔽的坑，他們把美元市值直接除以人民幣營收，幣種沒有統一，結果當然會被壓得特別低。統一口徑重新算，阿里巴巴的滾動市盈率約 18.2 倍，預期市盈率約 12.9 倍，市淨率 1.74 倍，市銷率大約 1.9 倍，企業價值除以息稅折舊攤銷，前利潤大約 17.3 倍。它還是不貴，但不是2-3倍企業價值倍數那種近乎白送的價格。滾動市盈率和預期市盈率之間的差別很關鍵。用今年盈利算市盈率，就像只看一個人現在的月薪估他的身價，預期市盈率則假設他明年能升職加薪。阿里現在 12.9 倍的預期市盈率，實際上是在壓住即時零售的虧損會收窄， AI 和雲的高增長會逐步轉化為利潤。如果利潤恢復沒有兌現，這個看起來很低的倍數就會自動升高。再看分析師目標價，均值接近190美元，確實很亮眼，但我不會直接把它當成合理價值。按3種經營情景做概率加權，中值大約是153美元，相對現價約有 30% 的空間。這個數字比賣方均值保守不少，也更符合公司仍處在重投入階段的現實。所以當前定價最大的風險不是阿里明天突然沒有業務，而是市場發現投入回報比預期慢。只要雲增速放緩，即時零售繼續大額補貼，或者自由現金流遲遲不能轉正，低估值就可能長期趴在那裡。便宜是一項優勢，但它本身不是股價上漲的催化劑。估值給出了安全邊際，可它能不能變成收益，最後還是要回到財務質量。這裡最值得看的不是單獨某一個利潤數字，而是阿里正在用什麼換增長。財務層面，先說亮點，再說問題。2026財年營收是10騰 236.7 億元人民幣，報表口徑同比增長 3%， 剔除以處置業務等影響之後，可比口徑大約增長 11%， 毛利率 39.8%， 淨利率 10.1%。 換成人話就是每做100塊錢的收入，大約留下40塊毛利，最後約有10塊變成淨利潤。核心電商的造血能力並沒有消失，真正的亮點在雲和 AI。 雲業務外部收入增長 40%， AI 產品的年化收入已經超過52億美元，大約佔雲外部收入的 30%。 這說明阿里不僅有千問模型，也有雲基礎設施、芯片和企業客戶，能把模型調用變成收入。這是它跟很多只講 AI 概念的平台最大的區別。但利潤端的壓力同樣扎眼，全年經營利潤大約73億美元，同比下降 64%， 經營現金流下降 53%， 自由現金流從正107億美元變成負68億美元。原因主要有2塊，一塊是雲和 AI 的服務器、數據中心與芯片投入，另一塊是即時零售和用戶體驗補貼。前一塊是在買未來產能，後一塊是在買用戶和市場份額，兩者都需要時間才能證明回報。ROE 大約是 9.8%， 用杜邦分析拆開就是淨利率 10.1%， 乘以資產周轉率 0.54， 再乘以權益乘數 1.80。 這個 ROE 不是靠高槓桿撐出來的，權益乘數並不激進，短板在於龐大的資產盤子和投入期偏低的經營利潤率。也就是說，公司的資產底子厚，當前回報效率卻只能算一般，資產負債表還能提供一些緩衝。現金和短期投資大約459億美元，有息債務約408億美元，整體財務風險可控，貝塔約 0.50， 歷史波動看起來低於大盤股息率，接近 0.9%。 不過中概股的政策、地緣和 ADR 風險不會完整反映在貝塔裡，不能因為這個數字低就把它當成純防禦股。整體判斷是，阿里的基本盤仍在， AI 雲也已經跑出真實收入，問題不是公司有沒有錢繼續投，而是投資者願意等多久。下一步就把等待時間和經營結果放進3種情景裡算清楚。我基於公開信息，把阿里巴巴未来12個月梳理成了3種經營情景。多頭情景概率我估 30%， 目標價180到220美元。
觸發條件是雲業務外部收入繼續保持 35% 以上增長， AI 產品收入維持3位數增速，即時零售的每單虧損持續收窄，自由現金流重新轉正。只要這4件事同時出現，市場就會從擔心燒錢切換到認可增長，估值有機會重新往上抬。基礎情景概率 45%， 目標價135到170美元，這也是我認為最可能發生的路徑。雲收入保持 25% 到 25% 增長，核心電商溫和增長，即時零售仍然需要投入，但虧損不再加速，利潤率逐步而不是突然恢復。市場給它15到17倍左右的預期市盈率，股價在盈利改善和中國資產折價之間慢慢往上磨。空頭情景概率 25%， 目標價85到110美元。觸發條件是 AI 資本開支回報低於預期，雲增速明顯回落，即時零售補貼戰繼續擴大，再疊加中國消費疲弱或者中概風險溢價上升。到了這種情況下，市場會繼續把它當成低增長平台，而不是 AI 成長公司。把3種情景按概率加权，中值大約是153美元，相对現在有約 30% 的上行空間。向下看，空头情景中段大約98美元，距離現價約 17%。從賠率上看，向上的空間更大。從路徑上看，它又必須先證明現金流能修復，所以合理的做法不是賭一個點，而是讓倉位跟着證據增加。最後說說我自己的操作策略，目標價我放在150到165美元，既低於分析師90美元的均值，也落在基礎情景的中上部。這個區間不需要最樂觀的故事全部兌現，只需要雲保持較快增長，即時零售虧損逐步收窄，自由現金流開始改善。第一筆理想買入區間是108到115美元，現在 117.49 美元已經非常接近，但短線貼着布林帶上軌 ，KDJ 又偏熱，沒必要為了差幾美元一次性追進去。回踩這個區間，並且 EMA12、EMA26 附近能穩住風險收益會更舒服。還沒建倉的朋友可以把計劃資金拆成3份，108到115美元，先建大約30%， 98到105美元，再加一筆最後一筆，留給下一次財報後基本面確認或者更深的市場回調。價格越低不代表一定越值得買，前提是雲增速、AI 收入和核心電商沒有同步惡化。加倉信號我主要看4個：雲業務外部收入繼續高於 30%， AI 收入佔比繼續提高，即時零售單位經濟改善，自由現金流從大額流出向零靠近。只要這些證據逐季出現，哪怕股價沒有立刻上漲，投資邏輯也在變強。風險控制參考90美元附近。單純盤中跌破不代表邏輯失效，但如果股價跌破90美元，同時雲增速跌到 25% 以下，自由現金流繼續惡化，或者核心電商增長明顯失速，就不能只因為便宜繼續補倉，需要把整個投資假設重新做一遍。已經持倉的朋友可以保留底倉，但別只盯着190美元的分析師目標價。真正決定阿里下一輪估值能不能抬起來的是雲和 AI， 能不能從高增長收入變成高質量現金流。如果股價先漲，現金流沒有跟上，可以在150到165美元附近逐步鎖定一部分收益。如果經營證據先改善回調，反而更值得利用。總結一句話，阿里巴巴現在的確不貴， AI 雲也已經從故事走到收入，但2026財年的負自由現金流告訴我們，這場轉型還沒有進入收穫期。117美元適合關注和分批，不適合因為39位分析師看多就一次性壓滿。真正要等的不只是一個更低的價格，而是投入開始換回現金的證據。如果你也在研究阿里巴巴或者中國電商和 AI 雲這條賽道，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。覺得內容有用的話，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，咱們下期見。